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2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有两个，一个是上海疫情突发，然后各地春运潮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达尔光书记下台啊，那么这是一个后续的新闻。我先讲讲这个达尔光的下台吧，因为疫情的事情比较长啊。新华社发稿子啊，那么新华社稿子来了呢，通常就这事儿就比较严重啊。新华社发通稿，1月21号，济源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河南省委决定石炳瑞担任济源市委书记，免去张占伟济源市委书记的职务。那么新华社稿子说济源市政府秘书长翟伟栋的妻子尚小娟于1月16号发布一篇市委书记长瓜、市秘书长实名公开举报河南济源市委书记张占伟的网络文章。文章称，2020年11月11日早晨，张占伟在济源市政府机关餐厅呵斥正在此吃饭的济源市政府秘书长翟伟栋翟伟栋试图解释，却被张占伟狠狠地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啊。然后1月18号，河南官方回应，关于网上举报市委书记长瓜市政府秘书长的有关问题，河南省有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那么石炳瑞是63年啊，63年跟这个张占伟是同年啊，那么黑龙江五常人，然后是长期在郑州任职啊，那么任过郑州团委书记，洛阳市副市长，然后到2012年洛阳市委常委，他就一直在这个扶贫办。2018年调河南省扶贫办主任啊，那么一直到现在。那么在此之前呢，还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尚小娟啊，尚小娟是豫港焦化集团的工会主席啊，这个市政府秘书长的太太尚小娟啊，是工会主席，然后这个豫港焦化集团就出了一个公告啊，就是说对这个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尚小娟的处理意见，然后这个针对这个公司党委委员针对他的在网络发表这个言论的影响，公司党委认为其影响造成极大不良影响，损害了济源示范区整体对外形象。决定对尚小娟处理以下处理：停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党内外所有职务，停职期间所有工资补助暂停发放，等有关部门调查核实作出明确结论后做进一步处理。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件事情呢，评价是这样啊，第一个。市委书记打这个市政府秘书长的耳光，这件事情曝光啊，在市场，你想一下，已经传到美国来了啊，这个事儿影响非常大，非常恶劣。这个书记下台是必然的，这一定是这样的，这是规矩也是政策，这是第一个，影响非常大，因为这种影响会影响中共整体利益，所以一般这种事情呢，都是下台。但是除非这个市委书记他本身后台非常硬，有人全力保他，但通常也会让他先离开，换一个地方让他再当官，这是第一个，通常的情况是这么处理。第二个情况，这个打人这件事情其实涉及到这个权力斗争。那么你可以看这一次安排的这个接这个岗位的这个人，并不是原来的市长，原来市长也不是当地的另外一个干部啊，所以其实
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两个人打架，打到最后打到厅堂去，全世界都在看着，这种情况，打架的双方都不会有好下场啊，都要处理掉啊。那么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就是你看尚小娟就知道啊，尚小娟你一看就是已经把它停职，不仅停职，还是连工资都停发，这非常狠啊！你停职就停职，他连工资都停发，这是第二。第三个呢，现在呢，为什么现在官员都很怕啊？就是一些丑事捅到网上去。原因就在这里，当他一下子爆发出来，根本就控制不了，因为网络的传播速度非常的快，一出来马上到处都是，控制都控制不了。所以现在官场也是，官场最怕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一种人记者啊，记者是很害怕啊，记者一捅出来也是满大街都是。还有一种人就是像这尚小娟这样啊，一捅就上网。这一上网就控制不了啊，所以这个情况大体上是这样，他没有从机制上去解决这个问题。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天讲，我后来查了一下，我没有看到最新有什么规定，就是地方主要干部异地任职的问题。异地任职的问题呢，在江泽民时代是有规定，后来到了胡锦涛时代，这个规定又没有那么严格。没那么严格，我估计跟这个胡锦涛他控制人事的能力没那么强有关系。那么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啊，你知道的网友跟我说一嘴好吗？啊，这是先把这个说完，这是个后续发展。我们开始完整的讲这个疫情啊，上海1月21号通报啊，三例本地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啊，2家三甲医院就是关停门诊封闭管理，然后市中心一个居民区升为中度风险地区河北、黑龙江、吉林、北京、新疆都出现了本地疫情，那么上海又出现了本地这个确诊个案。国家卫健委1月20号公布的情况是这样，全国新增确诊病例144例，其中境外输入18例，上海9例，天津5例，北京1例，湖北1例，广东1例，广西1例，然后这是输入型，境外输入型。本土确诊病例126例，黑龙江68，所以黑龙江还在发展当中啊。黑龙江68，吉林33，吉林也在发展当中，河北20，北京2例，山西2例，山东1例啊，这是然后他讲的上海他就没有，看见没有啊？然后新增疑似病例5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啊，然后均在上海。好，然后全国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3啊，那么其实就是无症状也是病例啊，它就分开啊。境外输入16例，当天转为确诊病例56例，其中境外输入1例，然后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844例，境外输入268例啊，情况就是这样啊。然后上海卫健委的主任邬金雷啊，他讲，那么3个案例是这样啊，先是上海1月20号啊，先是上海肿瘤医院。在核酸检测发现有一个10人混检，他们现在的做法是10人混检，10个人的这个病毒样本啊，就是检测样本放到一起测，那么一测就10个测，发现中间有，然后再一个一个测啊，这样的话可以快的速度。这种情况通常在什么情况下？这种情况就是基本上案例很少啊，就是案例非常少的情况下，就是没有出现爆发的这种做法不行。现在就是如果是案例非常的少，那就用这种方法可以加快检测速度啊。那么发现了可疑，然后1月21号，一名56岁的男子，他的样本复核确诊为阳性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仁济医院
当天仁济医院也发现其中有一个有可疑，21号确诊，另外一名53岁的男子也是阳性，他就不确诊，所以你看国家卫健委的数据里面，这2个人都不算确诊，只是检测阳性都不算啊，他应该是把它算成无症状的案例都不算确诊，确诊他得有症状才算确诊啊，这是中国独特的高门槛确诊标准啊。然后就这个人呢，就是前面有肿瘤医院那个确诊，就是检测阳性的这个朋友啊，他们俩是在一个小区的邻居。然后呢，上海疾控中心又发现了一个48岁的女性啊，然后这个48岁的女性是肿瘤医院的朋友，所以你可以看他们是3个人都是有关联的然后就上海黄浦区昭通路居民小区列为中度风险区，其他区域风险不变。中度风险区就是讲的就是原则上人员这个地方的人不让离开上海，那如果要离开，要有7天之内的核酸检测证明目前上海肿瘤医院和仁济医院已经这个暂停门诊，封闭管理，2家医院和昭通路医院都属于上海市中心繁华的地段。那么昭通路居民区步行几百米就到了哪里？到了外滩，到了南京路这些步行路，所以这个地方是基本上算上海这个核心区域吧那么在中间出现一个这个情况那么仁济医院西院区附近的山东中路，就是福州路到广东路昭通路已经拉起了这个警戒线封闭，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地方你要是出现这个封闭的情况，那全世界都会知道因为实在太多人了。昭通路居民禁止人员进出。那么黄浦区对昭通路小区昭通路居民区设为中度风险实行封闭管理，但是由于这个区的小区是他们叫2级以下旧里弄那么2级以下通常是广式或者石库门的砖木结构的住宅，他们没有洗手间没有卫生设备非常不方便，一封闭就非常的不方便。那怎么办呢？区政府决定让组织居民入住这个酒店集中隔离是这样集中管理不算隔离，它算集中管理那么邬金雷说，已经追踪到3名这个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有71人，那么其中37人首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正在检测中。此外已经排查到密切接触者78人，25人核酸检测阳性，然后总共排查相关人员已经14411人，其中10971人结果为阴性大概就是这样21号一早，就今天一大早，上海市的瑞金医院、华山医院、曙光医院3家大型的3甲医院，这个核酸检测就开始排起了长队为什么？因为现在买火车票要有核酸检测的7天之内的证明，那么如果是农民工返乡，也是要求你买火车票就要有7天的核酸检测证明，同时要居家隔离14天，没有检测证明不让买票所以这是这些人卖票排队的原因所以大家就一听这边有情况就赶紧走吧大概是这样那么自从这一次一口气出现3个本地案例，在此之前其实上海是出现过这个输入型的案例2020年12月31号几个都是以色列的
以色列一名男子从以色列入境上海，1月13号解除隔离，在上海隔离了14天，14号中间检测过，核酸检测阴性，然后14日坐火车返回安康市，然后16号再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判断为新冠无症状感染者，这是一个。另外3名出境务工人员也是从以色列12月30号从以色列入境上海浦东机场那么然后在崇明区集中隔离了14天。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集中隔离有用吗？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检测不准确期间3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然后他们1月13号坐火车到郑州中转，再转车到鹤壁，这两趟车的终点都是一个是兰州，一个是北京。那么其中一名42岁的男子16号核酸检测阳性，另外2名男子17号检测阳性，这都是跟上海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上海现在三名这个本地确诊，它不叫确诊了，本地案例它没有病症就不算确诊，就算到这个无症状感染。那么也就是说本地的传播已经开始发生本地开始传播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点。第一，当地的社区有病毒当地社区有病毒才会出现本地传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感染，因为它无症状所以这个武汉肺炎是个非常难搞的病，就是疫情，就是因为它有大量的没有症状，所以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被感染，然后又在传播，有多少人被它感染，这个情况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北京大兴区21号，因为之前不是这个廊坊那边封闭了嘛大兴就开始17号开始，17号到21号大兴开始进行核酸检测所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核酸检测不准确，所以其实经常进行大规模的检测，但是检测你只能检准确的那部分才能找到，不准确的那些还是找不到。那么大规模核酸检测采样155.6万人次，累计检测128.9万人次，基本上完成全员检测筛查，他也没公布有多少阴性多少阳性他就这样然后副总理主管卫生的是副总理孙春兰，15号到18号去河北视察这个疫情防控的工作。河北不是爆发吗？就是上一周主要的爆发在河北。那么现在孙春兰去，大概说明什么？大概河北的情况稳定了如果没稳定的话，这个副总理不会去的那么实地考察石家庄藁城区曾村镇杨马村然后是清源街居民社区、老年护养院等等这些地方，反正就看了一圈。最后是听汇报石家庄、邢台、南宫市、廊坊市、固安县防控汇报这是孙春兰去，应该河北应该基本上应该稳定住了，但是应该还是在发展当中，但是应该情况稳定了，因为各种措施基本上该集中的集中，该消毒的消毒，现在就看会不会再有其他的地方继续再爆发这情况。然后这个国务院疫情联防机制发出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呢，我估计就是我认为是因为这个持续的爆发河北、黑龙江、吉林、北京、新疆，现在是上海都发生了然后他就今天就发了个通知呢，要求地方
通常这种通知就是要求地方做几件事情啊。你看一下这几个措施，你可以看到，各地的疫情实际上是在反弹当中啊。第一个要求强化应急指挥体系，那么地方党政干部要亲自抓，相关负责同志分兵把守，保持24小时运行状态，就是一直要值班。然后常住人口500万以下的城市，要求具备2天之内进行全员检测的能力；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城市，那么具备3到5天完成全员检测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应该他们做不到，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啊。那么然后提高这个流调，就是流行病调查，溯源就是病毒溯源能力，然后强化疾控、公安、工业和信息化、通信、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协调。大家知道吗？大数据就用在这地方了啊。然后进行这个流调和溯源工作的工作啊，产干延伸到医疗机构和急救机构。重点是什么哈？它这里面2个，加强重点地区重点人员的隔离管控，对高风险地区要进行入户拉网式排查，确保每一位感染者追踪到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把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然后加强机场周边城乡结合部务工返乡人员较多的地区疫情防控，强化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倡导这重点来了，倡导喜事缓办，丧事减办，宴会不办，大概是这样啊。然后这个联防机制又开了个记者会，内容就不太多，讲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情，从去年年底12月份到现在，中国开始进行这个国产疫苗的接种啊，本来计划的是从12月份到1月15号，计划是5000万，接种5000万人次，但是真正到目前做了多少呢？今天已经是21号了，接种人数是1500万啊，只完成了30%啊，已经超过时间还晚30%啊，大概是这样。说明什么？国产疫苗不受欢迎啊，没办法推广有困难啊。那么还有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就是记者会上这个卫健委的官员说这个像新疆喀什、辽宁沈阳、吉林通化等出现一些本地案例，确实看到非常明显的超级传播，其中有一个地方他一个人传播了过百人超级传播的情况。那么大概是这样。那么现在的疫情我们要继续保持关注啊。现在当然你像北京、像上海这种大城市很受关注，因为这里的流动人口非常的大。然后现在面临的春运，那么春运会让这件事情变得不可控制。那么春运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广州南站人山人海啊，那么人山人海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高铁站，那么基本上它基本上是湖南方向、湖北方向、江西方向这3个省，就是农民工和就是到广东打工的人最多的人群就来自这3个省，这个高铁是去这3个省，所以那么可见这个今年的这个春运是比往年来得早。你看今年今年的春运是从1月28号开始，现在1月20号，我们看到情况是1月20号的情况，也就是说1月20号已经开始大量的人潮开始返乡，数据没有，官方没有公布，所以没有。但是我们看现场的情况，就是广州南站人山人海，非常惊悚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桂林
那么这几个站人潮没有这个广州南站多，但是明显的看的人潮已经起来已经起来。也就是说，今年这个春运的时间比往年早起来的比较早。原因有2个，第一个是跟疫情有关，你比如说像上海开始排队赶紧排队，一看有疫情，赶紧排队，赶紧回去。因为这里面就是越往后，它面临的情况就越不可控，因为你不知道它会封城，不会，一封城你封在这儿，你就哪儿都去不了。有些人根本就可能就回去就不出来了，有些农民工是会这样，这是一个，所以他干脆就早点走。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今年经济不大好，呢，这些那就如果情况不理想，那就尽快的走都基本上大体上是这样那李克强今天开了一个国务院全体会议，开一个他这个全体会议讲2个内容，一个内容就是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他要求全体会议指的是什么？国务院所有的部委都要参加这是做这个我们现在开始就是要考虑政策，准备发生的是什么？准备发生的是两会。那么今年两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除了政府工作报告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十四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到底怎么定，现在还不好说，不知道，因为之前定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内循环，那么现在还内循环吗？不知道，现在要继续观察大体上就是这样总结一下，第一个，达尔光的书记下台了然后这个上网爆料的也被停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上海开始出现新的疫情那么到底是多少人不好说为什么？我相信可能会是局部性，但是局部性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本地传播的一个状态。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本地传播正在发生的话，那也就是未来一段时间上海还会持续出现这个病例那么上海应该做什么工作上海应该进行核酸检测大规模的核酸检测，确定就是现在上海有没有发生这个社区传播的情况，进行这种筛查，把这个正在受到感染的病例把它找出来进行隔离。否则的话，那上海如果现在不进行核酸检测，把这个有本地传播的这个病例找出来的话，那么下一个阶段就会不断的发生新的病例出来这个是很基本的流行病常识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们要开始关注这个3月份开的人大和十四五规划大体上这样。好，今天我们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昨天穿的衣服有些网友不大习惯，我还是穿回来吧，我还是穿西装打领带吧我还是觉得这样比较好，我自己也比较自在一点好，我们今天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10L 谢谢情况坐标上海，今天早上坐3、4、11号线，地铁上人还是很多，人挤人。前几天小区门口临时的帐篷已经搭起来了。情况坐标上海，刚刚徐汇区电影院、商场、娱乐场所、健身房全部关闭徐汇全部关闭了，全区全员检测那这差不多。社区半封闭式管理这已经很厉害了。徐汇区吗
情况坐标北京，父母在东城区2环是城里头。今天接到居委会通知，明天进行全员核酸检测，现场不准拍照发朋友圈。看来北京上海都是有点严重了啊。情况12月初，台湾有一台商从浙江经上海转机回台，入境后阳性确诊，转机时刚好遇到上海浦东机场大检测，我判断该台商在上海染上病毒的，但上海网友说旅客层跟工作人员不同楼层遇不上，算算时间，上海现在应该爆了。我觉得关键是什么？有一两个病例呢，其实关键是他有没有本地传播。如果他在本地传播的话，而且你不知道的话，这才是问题。所以他上海徐汇区开始徐汇区开始全员检测，这是对的，必须全员检测，不检测找不出来的话，这件事情会失控的啊。观点：如果疫苗向来可以大多造假，检测剂更是可以造假，也许检测不准，这是原因之一。这里面还是什么？还是这个产业能力的问题啊！产业能力的问题就是，你看这个台湾也好，美国也好，其他的国家我不知道，台湾跟美国我是知道，在疫情发生的2个月之内，它的检测已经小型化、便捷化、低价化，然后准确度非常高，一下子就过了95%。所以中国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检测不准确。检测不准确的后果是什么？检测不准确的后果就是不断的在检测3、4次，好像非得检测出来是真的才行，阳性才行。其实不是这样，是因为准确率实在太低。准确率太低怎么办？那就不断的检测呗，就是这样。所以这问题它会耽误时间，耽误治疗的时间，耽误这个传播的时间，控制传播的时间。那我们印象中是在去年的年中之前，就是去年6月份之前，中国的试剂盒的准确率只有30%。那你想一下，准确率30%，你比人帮钢镚儿的准确率还低啊，是吧？钢镚儿就正面两面，你这准确率只有30%，那是什么情况？所以到后来准确率是多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说过这个中国检测剂的这个准确率。但是你可以看现在的不断的筛查的情况，你可以知道中国的检测率还是不高，说明它的产业发展度整个的医疗产业发展的情况是不理想，它才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之前的原因是什么？武汉到后来的情况是什么？武汉后来的情况就是，这就是卫健委 CDC 疾控中心的腐败，用100万卖了3家公司。我们之前有个专门的视频讲中国的试剂盒，为什么武汉这个疫情最关键的时候，试剂盒供应不足？为什么？因为国家卫健委用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手段，把这试剂盒的这个生产给了3家公司，每个公司收了100万，然后这3家公司都不是这个大的这个医疗企业，所以呢，他们就连滚带爬。第一，质量很差；第二，数量很少，它生产不出来，它没有这么大的产能，生产不出来的结果就是武汉就大量的病人没办法。武汉它有很清楚的规定什么呢？你必须检测阳性我才收治，我检测不了阳性我就不收治。那你试剂盒不够，其实当时的情况我们当时看得很清楚，试剂盒不够，每天就这几百个，几百个用完了以后就没办法再测了，那你就连测试都排不上，你怎么可能入院治疗呢？没办法入院，所以大量的病人是在家里自己死掉了，这就是个非常恶劣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
曝光之后不了了之，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关于世纪河的这个问题。这是我印象中是美联社还是路透社，美联社爆出来的新闻，我们做过报道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世纪河非常明确地反映了2件事，第一个，整个的官僚系统的腐败烂到根上，这是第一个，完全置人民于不顾啊，就是为了这个钱，他知道后果，他是 CDC， 你想他干什么的啊？疾控中心的人，他知道后果是什么，但是他照样干。所以这些人应该拉去枪毙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这个医疗产业水平很低，水平非常的低啊，吹牛会，但是做起实事来就不行啊。情绪，农村人最惨，挣最低的工资，住最差的工棚，干最累的活，抛家弃子建设国家。回家团圆却要付出最大的代价，2021过不了的年，回不去的家，这个很准确。我经常讲啊，最没有资格批评其他国家歧视的国家就是中国。为什么？中共从建政开始到现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歧视和剥削，最大规模的歧视和剥削就发生在中国，就是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啊。所以中国要解决，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三农问题，这是中国当务之急。为什么？因为这么大规模的人群被剥削、被歧视、被压迫啊，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象啊。情况坐标法国，作为曾经的武汉肺炎阳性患者，我的体验就是这个病毒在年轻人身上的症状真的很轻。我当时只是喉咙痒引发咳嗽，如果不是太太之前阳性确诊，我是不会去做核酸检测。真的和普通感冒太像，我整个7天的自我隔离期间，没有发烧，没有呼吸困难，只是嗅觉和味觉减退，这和普通感冒症状是一样的。然后我的全部症状自动消退了，所以我坚持认为中国感染数字少，是因为检测范围还不够普遍，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如果你中国要是跟美国这样进行核酸检测，那就不知道多少人啊。情况坐标上海，我的爱人是中学心理辅导教师，他的内部培训通报，2020年线上教学期间，学生心理问题大量爆发，上海自杀的学生有20多个，但都不准报道。疫情期间各种家庭矛盾频现，对青少年影响很大，心理辅导老师工作量超大，压力也很大，真心希望疫情早日结束。是的，现在疫情我觉得就是疫苗，没有别的，疫苗尽快的打啊。情况，我和爱人准备留在现在的城市过年，本来决定回家的，但是必须要7天的核酸检测，我们一是不愿意给30%准确率的检测和送钱，二是觉得检测的地方一定是高风险的地方，非常对。观点，中国的疫情控制是为了领导安全实施，不过这种控制是如王先生所说，感染领导不过是时间问题。OK， 情况，刚看国内媒体张文宏医生说，通过快速反应、及时处置、精准检测、动态清零，几周后能控制上海疫情。我一直觉得张文宏医生是比较专业客观的，他这次的态度，请问王先生怎么看？谢谢王老师。他说的没错，就是如果你发生了本地案例，那你就要尽快的进行检测把这些人找出来。所以他说要快速，要快是很重要的。快的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减少它传播的就假设有一个人，你一天就把他找到，那他一天接触的人呢就相对比较少。你1个星期只要找到，那可能他已经接触了1万人，
大家知道这种传播速度是几何级数的，所以呢，快是最重要的。这个张文宏说的是非常有道理，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不确定现在发现的3个病例就是现在全部的病例，然后外面有多少病例你不知道，因为很多是没有症状。当然你说它不算，感染的都不算，那没办法啊。但是你要面对，慢慢的面对越来越多的病症，所以他说的没错，他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我们他没有讲另外一个前提，就是这些病例到底有多少，他到底已经本地传播了多长时间？如果他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北京的那个叫什么？叫那个批发市场，它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那你就有些东西你就控制不了了啊。运气好，哎，正好这几个就是你要，就这几个，那你就一网打尽，把它全部隔离，一网打尽，那是运气好。那万一运气不好呢？那你一网打尽，这一圈里面还有10个8个在外头，怎么弄？所以这个就流行病这个东西没有包票的啊。观点，台湾如果是自费检测是很贵的，就是为了不让人随便筛为什么？为什么不让随便筛？情况坐标北京：一，昨天接到老师通知，学前班提前2周放寒假。二，昨天英语课外班老师通知，他们公司本周做出决定，停止线下面授课程，转在上海 APP 线上 APP 给孩子授课。去年夏天就是这样。OK， 那看来情况还是有点严重啊。就放寒假，其实学前班放寒假，那家长怎么办？家长都在家带孩子。情况坐标湖南，太太供职于医疗机构，部分医护人员不情愿接种疫苗，但被院领导规定必须强制接种。情况以色列看看怎么样？你看前面的几个16号，去年12月30号，几个都是从以色列来的啊。坐标以色列已经有很多人完成第2针接种了，但是仍然要服从宵禁的规定。我一开始挺不理解的，既然都接种还不让出门吗？我先生解释，这是为了防止出现歧视，因为孕妇和16岁以下的人群是不接种的，那就有可能出现有的餐馆、博物馆或者公共场所拒绝服务孕妇或者是带孩子的父母。既然这样，不如一视同仁，大家都待在家里。这就有概念啊！这经常你很多公共政策要把这些概念放进去，你就会发现有些公共政策它执行起来是不一样的啊。提问：国内目前要求持7日内核酸检测才可以返乡，但是有很多地方要求持3日内核酸检测才能返乡，是否为政策执行过度？反正7天也好，3天也好，反正就是难为你，他没有难度，他没有后果。但是如果你领导不高兴，他会有后果，所以我都不意外。但是我不了解情况啊。法国进了一批中国产的快速筛查盒，15分钟出结果的那种。他们发现500个试剂盒，测阳性患者经过 PRC 检测后，其中300名其实是阴性那是错的这个错的比检测不出来还要坏对吧？情况别说核酸检测，国内乙肝检测都不准，出国检测去3个国家检测都没有他也可能是故意的为了挣钱情况坐标上海，朋友刚从国外回上海，隔离在徐汇区西悦酒店，还没有结束14天隔离，今天被通知紧急搬迁，
酒店被征用了，用于当地人员，不知道朋友要搬到哪里去，搬来搬去路上有风险，真的是办正事乱七八糟，一地鸡毛。情况台湾检测7000新台币，5天才能出结果，跟大陆半斤八两，是吗？7000新台币，7000新台币相当于1000多人民币，1000，为什么这么贵？为什么要这么贵？不理解哈，台湾的朋友能解释一下吗？为什么这么贵啊？情况坐标上海，通知1月4号以后去过仁济医院的人都要做核酸检测。OK， 观点，王老师说中国人是最种族歧视的，我非常赞同。中国人一直在讲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我给朋友讲，可以看到这2点：第一，中国人内心的自卑，自信的人不会把自信放到嘴上；第二，中国人渴望优越感，其本质就是希望获得歧视别人的特权。中国文化优越感，这背后就是民粹主义以及民族和种族的歧视，非常正确。这是，这个中共把这件事情强化啊，本身中国的民族性里面就有这个，因为中国是个等级社会，等级社会又是熟人社会，等级社会跟熟人社会结合在一起，那就是森严的等级制度。森严的等级制度就是上面的看不起下面，下面服从上面，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这种东西啊。这种中国人是没有，中国文化当中是没有平等概念这是一个。所以以这个为情况来看，你说要歧视的话，男人歧视女人，上位歧视下位，这个有钱的歧视穷的等等，中国社会非常普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的自信是什么？自信就是我要找到我高高在上的感觉，就是自信。中国人的自信来自于这些。我觉得不存在自不自信的问题，就是你不要自卑就行。但是你现在中国人要强调自信，所以问题正好反证了这个问题啊。观点，这次打耳光事件让我想起以前流官和土司之争。当时朝廷也是为了政令，政令能下乡，把官员外派到地方，这几千年的方法还在用，可见几千年来中国的政体几乎没有变，基本上是这样。帝制，这就是帝制，中央政府一竿子插到底，这就是帝制啊。观点，台湾检测费是真的比较贵，这一点是真的。他们是说量的问题，因为人力就是那个价钱，但筛查的人数少，所以平均工钱比较高OK， 理解了。观点，台湾检测费确实非常贵，实验室很少。OK， 它不是大规模做不是大规模做，那肯定是贵的，但是也不至于贵到7000吧？7000什么情况？台湾不让随便筛查的原因有2个。第一，台湾之前并没有进入社区感染，大量筛查会导致伪阳性，瘫痪医疗机构二，错误的时间筛查反而会导致部分在潜伏期的病患自认无误。这波社区感染爆发的原因就是一采阴性的病例自认为没有事产生的问题。OK， 理解了，谢谢情况坐标上海，今天确诊2个病例的仁济医院离开黄埔区政府只有3个街区，距离市政府直线距离2到3公里怪不得是这样。好，明谢孙小乔，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